日前，美国国会议员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提出不实指控，称其涉嫌所谓篡改数据，以帮助中国提升全球营商环境排名，进而要求其辞职下台。不过，美国这次阴谋未能得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经过激烈讨论，发声明宣布支持格尔基耶娃继续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美国打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真实目的是什么？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大股东，美国发起的打压行动为何遭遇挫败？来看看报道。IMF 执行董事会周二发表声明称，格尔基耶娃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期间，在处理被指控的所谓涉嫌操纵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时，并未表现出不当行为。在研究了所有提交的证据之后，执董会重申对总裁的领导能力和继续有效履行职责的能力充满信心，对这一问题的审查即日结束。这一声明使得有关格尔基耶娃所谓偏袒中国、施压提高中国营商环境排名的闹剧告一段落。格尔基耶娃对此表示感谢，并再次重申相关指控毫无根据。来自 IMF 执行董事会在过去一周的马拉松式会议中，就格尔基耶娃的去留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24名董事之间存在着激烈分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中国、俄罗斯站在一边，拥护格尔基耶娃，而 IMF 的两个最大股东美国和日本则对他表现出抵制，呼吁进行更长时间有力的审查。对于 IMF 董事会作出的结论，美国并不服气。美财长耶伦一边威胁称他将继续关注 IMF 的行动，并评估新的事实和结果，一边又警告说 IMF 应该采取措施，加强数据的完整性和可信度。就是过去从二战以后 ，IMF 它一直以来都是受到美国的霸权式的这种干预失去了它必要的和我们所期待的独立性。那么在这次工作上呢，我觉得 IMF 体现出来了它自己重大的这种独立性，努力的为真正的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发挥他们自己的评价体系。我觉得这个决定非常的重要，也说明 IMF 它开始出现了去美国化的这样的重大的迹象。格尔基耶娃是保加利亚经济学家，也是首位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 IMF 总裁，曾于2017年1月至2019年9月任世界银行行政总裁。2019年10月，他正式就任 IMF 总裁。今年9月16号，世界银行委托美国威凯平荷尔德律师事务所撰写的一份调查报告称，格尔基耶娃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于2018年曾向下属施压，将中国在世行颇具影响力的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提升了7位，最终排名在78。为此，美国议员以他偏袒中国为由，要求他离职。事实上，美方为了构陷格尔基耶娃，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派出了美国的律师事务所，而律所派出4名调查人员，也都和美国司法部存在关联。但针对此事，负责世界银行排名项目的专业人士，哈佛大学前教授尚塔德瓦拉扬就曾明确否认格尔基耶娃对他和他的团队施加了任何压力。而在格尔基耶娃离职后，中国在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飙升至了第31位，更是进一步说明当时的排名不是什么意外。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9月在英国《金融时报》发文指出，格尔基耶娃正在被麦卡锡主义迫害，美国国会议员根本就不在乎事实，反华狂躁和反北京歇斯底里才是美国一些人反对 IMF 总裁的根本原因。 IMF 的这个总裁他一直以来呢，对于中国还持有一种客观的一种态度。那么对这种客观的态度，美国都接受不了，真正体现了美国对中国的这种信心这个已经完全不足了他内心的底气也不足了，他都允许不了一个国际组织的这个高管层和他的负责人对中国持有客观的态度，也体现了他对中国崛起的这种巨大的焦虑。更重要的是呢，我觉得也暴露了美国对外战略它的虚伪性和双重标准。观察指，长期以来，世界银行和 IMF 这2家最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都被美国和欧洲把控，世行行长长期由美国把控，而 IMF 总裁则由欧洲人担任。美国此次对 IMF 动手，实则是打着一箭双雕的主意，一边向中国泼脏水，一边施压格尔基耶娃辞职，在 IMF 内部抢班夺权。但事到最后，美国挑起的所谓偏袒中国闹剧，已经成了美欧之间的博弈。以法国为首的欧
欧洲力压美日，保下了格尔基耶娃，宣示了欧洲对 IMF 的掌控力。法国财长布鲁诺·勒梅尔周一表示，美国采取遏制中国的政策并不奇怪，因为掌握全球霸权的美国不想看到自己被中国赶超。相比之下，欧盟的战略重点则在于保持独立。他称，美国想要与中国对抗，而欧盟则希望与中国接触。观察指，美国借营商环境报告问题所发起的攻势受到反制，凸显了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中的话语权短板问题。从报告风波看，话语权仍然被美欧所主导。美国的攻势之所以能够形成，与其对世界银行的掌控力高度相关，这反映了美国的话语权；而美国攻势的失败，同样是在于对欧洲对其话语权的捍卫。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年，在融入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中国高度重视在世界银行、世贸组织以及 IMF 等国际经济机制中的话语权建设，也取得了不少成效。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银行的第3大股东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至今已有过3位中国籍副总裁。今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再次表明中方扩大对外开放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坚定决心。我觉得参与到国际金融治理是中国近年来的一个重大的战略。那么 IMF 呢本身呢，从2016年以来，人民币的这个话语权和份额呢已经提高到有史以来最高了。那么我觉得这需要一个巨大的过程，一个漫长的这样努力的这种进程。那么我相信随着全球有识之士的这种政治觉醒、金融觉醒，以及对美国霸权的发自内心的自觉的抵抗，我相信中国的金融话语权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到达中国经济和体量所匹配的这样的程度。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并没有因美国的指控而被罢免，那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一闹剧的结果？主持人好，你把这件事儿用闹剧一词来形容非常准确。这件事的起因是美国的一家律所指控格尔基耶娃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的期间，曾经偏袒中国，通过施压提高中国营商环境的排名。格尔基耶娃对此否认，但是美国议员要求他离职。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进行调查和质询。现在有了结论，他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没有任何不当行为，指责他偏袒中国和提高中国营商环境世界排名也是毫无根据。他继续履行总裁职责。之所以说是闹剧，就在于美国这空口无凭的制造出偏袒中国的一个谣言，并且进行大肆的宣扬。格尔基耶娃不过是靶子，抹黑和攻击中国才是目的。更可笑的是，即便曾在世界银行工作过的官员、同事、著名经济学家出面澄清，说那些都是谣言，美国仍然要求进行调查，还要进行投票决定。结果被打脸，好疼啊！美国以为自己想干啥就能干成啥事，可以霸凌过关，结果碰的是鼻青脸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克斯，也就是著名的休克疗法之父，发文指出，反华狂躁和反北京歇斯底里才是美国一些人反对 IMF 总裁的根本原因。美国国会中许多人希望格尔基耶娃辞职，原因不过是他不以北京为敌，坚持国际组织的公正性和包容性。看看美国的一些政客是不是太不体面、太恶心了？而更荒唐的是，罢免 IMF 总裁的行动失败以后，这些美国议员又把矛头指向拜登政府，要对拜登政府全面问责，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你说这是不是闹剧？用咱们中国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太没素质了。从 IMF 执行董事会的决议来看，欧洲国家和中俄站在一起支持格尔基耶娃留任，美日则反对，这其中又说明了什么呢？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欧美之间的裂隙又出现了。在经过阿富汗败退和美国撬走法国的潜艇订单以后，欧洲人再次认定这个美国不靠谱。拜登政府仍然在抱守特朗普的残缺，仍在坚持美国第一。所谓的多边合作不过是政治幌子，有名无实。
欧盟再次提出要独立自主，不依赖美国，这样一种战略思想。那么这次对待 IMF 总裁去留问题，欧洲国家呢坚持了自己的主张和利益，与美国说不。中俄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呢也是趋好，结果呢这美日呢就被孤立了。从这件事呢我们可以看出，欧美对中国的政策存在明显的分歧。美国视中国为对手，想尽一切办法来抹黑和污蔑中国。欧盟呢，则希望与中国接触，有分歧，但希望呢通过对话来解决。这个中欧呢都认为要维护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当然了，这件事给国际社会传递的最明确的信号是：美国再强再霸道也会翻车，只要你不遵守基本的国际正义，你就会被唾弃。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